需要的是继续的分析跟解读，来一场这个思想上的这种洗礼，或者说冒险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先看一看啊，先看看这个故事的大概情况。这个虽然说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稍微的这个解释一下啊。这个讲习者，这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时间点啊，就像很久以前，或者说曾经有的时候，这个呢，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的表达，或者某年某月、某年某日某一个时间点。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它是没有时间性的，它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它不需要时间性，只是为了讲故事方便而已。庄周梦为蝴蝶，须臾然蝴蝶也。就是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解释这段话呢，首先的要点是，庄周是梦为蝴蝶，它不能为蝴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但是在梦境，它需要一个转化。那要进入那个梦境，你本来是觉，本来是醒着的状态，叫做觉，然后你进入那个状态，请大家注意，这个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它已经隐含了一个，它是一个状态的转化，是吧？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觉跟这个梦，它是一个状态的转化，对吧？哎，这个我跟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其实都很清楚，但是你一般来说，他不会详细的分析它，对吧？哎，我们都睡不着觉，比如说神经衰弱的睡不着觉，那我们说你到了医生那儿呢，医生说你这个大脑皮层不能抑制。不能像正常的抑制，所以说你就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些特别敏感的体质，或者说受过这个神经衰弱的这个蹂躏的这些人，摧残的这些人，他就知道呢，他这个他其实你睡眠和你的醒觉，它是一个状态的转化，因为你很难进入那个睡眠的状态。有时候你就到了那个边儿上了，他还能给你拉回来。如果要有这个体会的人，你就肯定就知道我说的是啥，这个状态的转化，是吧？很多时候呢，你都会知道呢，就是人从这个状态到那个状态，你比如说，人从这个觉的状态进入这个梦的状态的话，他都会浑身的就抖动一下，这个是随机的抽搐，这个是有专有的名词来解释它，对吧？其实呢，这种抽搐或者抖动呢，其实就是一个状态的这个转化引起。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故事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的。有梦为蝴蝶，就是从一个觉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梦的一个状态呢，它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那么我们说古代人，我们强调这一点啊，状态的改变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接下来会讲。我们强调这一点，状态的改变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古代的哲学家他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会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状态的一个改变，他已经默认了，他讲的时候他已经默认了这一点。这个是一般的千百年来的这个注解，它其实它是没有很好的把这个隐藏在这个文本深处的这个背景给我们提示出来，对吧？一般的讲梦为蝴蝶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它是状态的这个改变，改变了进入梦的这种状态之后呢，它就是真实的，就认为自己就是个蝴蝶，它跟蝴蝶没有两样，对不对？啊，它可以上下翻飞，它可以
去那个采蜜什么的，这都可以。它飞得很灵动，它跟蝴蝶完全是那个一样的。哎，这个和我们在梦里面的那种体会，其实它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个我有时候在梦里面，这个用西班牙语讲课。我在梦里面，我自己觉得奇怪的，我说我的西班牙语很烂的呀，对吧？只能上街买个菜，坐个车，这个还差不多，对吧？就是这勉强的能应付。但是我怎么就能用西班牙语讲课呢？哇啦哇啦讲了半天，也不知道自己说啥。在梦里面，现在我们下面还会有一些段落会提示我们，就在梦。